18岁，他离开了名古屋，跑到东京追逐他自己的演员梦。白天上表演课呢，晚上呢到餐厅打工刷盘子。手头最紧的时候呢，还得去首都高速公路呢做夜间的维修员赚钱。结果他的父亲一病倒，他的人生剧本直接被换掉。他回家接了一间传了15代的一个酒造，这位300多年酒造的第15代跑去开插秧机学种米，亲自下田从头来过。我是贴补导演，带你用感官看酒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酿人酒瓶次。酿人酒瓶次最好看的地方，很像打电动过关的一个剧情，是酒野社长每次以为自己过关了，结果没想到下一关的大 boss 马上就出现了。酒瓶次不是后来请行销公司想出来的一个品牌的名称，酒野社长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一代接一代都使用酒瓶次这个名字，而他是第15代。这种方式有点像歌舞伎 Kabuki 的一种袭名制度。接下来的不是只有一个名字，还有前面14代留下来的名声跟信用，还有你在酿酒的时候，后面14代那个狗妈站在背后盯着你看做酒的那种压力，超像恐怖片的，对不对？一般人工作做不下去，还可以换公司、换跑道，假装重新开始。但是对酒野社长来讲，他比较难。为什么？因为祖先的名字呢，都已经印在每一瓶酒上面了。你想离职，可能还得先问问前面14代祖先，我能不能请假？我想大概也没有一个要核准啊。偏偏他年轻的时候呢，完全叛逆，不想回家。18岁他就离开老家，离开名古屋，到东京加入了剧团。他想做演员，他要表演。结果教他表演的老师经常问他说：“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这3句话，年轻的时候你听了，可能像老师故意不让学生大家准时下课一样啊。没想到绕了那么一大圈，酒野社长最后呢，还是被这3个问题带回了酒造。父亲病倒之后呢，酒野酒瓶次社长呢回到了名古屋。万盛酿造呢，从1647年呢开始酿酒，300多年的历史，老酒造15代传承。按照一般套路的那种品牌影片的拍法，这时候应该出现激动人心的 BGM， 再配上一句“我们血液里流着100年的祖先的方法，流着清酒的基因，数百年始终不变”啊，画面很美，音乐也很感人。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酒野社长回家之后看到呢，反而是大量生产、价格便宜，然后呢，也在帮其他公司代工的那种不好喝的清酒，而且这些酒连他自己都不喜欢，你知道吗？最尴尬的时候呢，是客人拿着他们自己那个生产的酒，然后跟他说：“社长，来，我们一起来喝一杯。”酒野社长心里都没办法很坦然、很有把握的跟你讲说：“对，这就是我想做的酒。”所以一个家族呢酿了300多年的酒，第15代回来之后，第一个想法不是感谢祖先留给他那么庞大的基业，而是说我们家可能要全部打掉重来。这个比从零创业更麻烦，你知道吗？因为从零开始，你做错了，顶多你怪自己嘛。但是你接了一个14代的一个家族企业，你想改，旁边永远有老员工提醒你，以前这样做也没有错啊，也活了300多年啊，干嘛那么麻烦，对不对？这句话呢，其实是所有要改革的新一代的年轻人最难的地方，也是最困难而且最难着手的地方。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跟酒野社长聊天啊，他跟我们讲了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的一个故事，我说给大家听一下啊。就是酒野社长后来呢参加了一场酒类业界的聚会，他问了一个卖了10几年啤酒的一个资深业务啊，我问你拉格到底是什么？结果没想到什么呢？对方答不出来，还跟他讲说你管他拉格是什么？你管他酒卖不卖得动，好不好喝？重点是行销、广告、活动、促销、宣传。结果这句话呢，反而让酒野社长感到很恐怖，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卖酒，你做那么大的一个酒的事业，结果呢，你今天连酒的本质都不知道，今天推啤酒，明天推洗衣精，可能简报换个封面就能继续上班。这么恐怖的一个事情，让酒野社长开始反省，所以呢，他开始缩小原本大量生产，改做自己能够愿意端到客人面前、愿意一起喝的酒。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酿人酒瓶次，不是祖先留下来的一个完成品，比较像是第15代回家之后呢，把原本公司的拆开检查，发现有几个零件真的不灵光，不能再用了，所以干脆打掉重来，重新组装一次。酒野社长的酒做得更好之后呢，他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很多人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酿酒？你想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酒？”其实老实讲，社长跟我们讲，他其实一直答不出来。后来的转机是什么呢？他有一次喝到一瓶1970年代的布根地的红酒，他没有先说樱桃、皮革、香料，也没有立刻表演一套
完整的那种品酒池，对不对？他想到的反而是小时候他躲在他们家族酒造里面玩捉迷藏的一个场景。老木头、阴暗的角落、微微潮湿的空气，还有小朋友躲着不敢出来的感觉，一下子唰全部回来了。一瓶从法国来的酒，竟然把酒野社长带回名古屋的童年。这时候社长才发现，酒不一定只是香不香、顺不顺、比赛打分高不高，有一些味道呢，会把一段很久没想起来的画面呢，瞬间翻出来，回到你的眼前。而且鼻子这个东西很奇怪，你20年前老酒造那股的木头味，他可能记得都比你还久。2006年呢，酒野社长带着自己最满意的一支酒到了巴黎，他用客人的身份呢订的餐厅，再想办法请餐厅的那个侍酒师啊去喝他的酒。结果对方喝完之后呢，发现哎呦，这个日本酒搭配海鲜，可能甚至比部分的葡萄酒更合适。这就是他的一个传奇的酒——希望之水的一个由来。一般说来，好像成功打进去高级餐厅很厉害了，对不对？但其实改变他的呢，是接下来这些法国人提出来的问题。那个法国的主厨啊，跟侍酒师就开始问他说：“哎，这个酒是什么米做的？种在哪里？它这个土壤怎么样？那一天的气温啊、雨水降温如何啦？”酒野社长知道米的品种，他也看过资料，可是他很清楚，说的可能是比较像那种标准答案啊。因为法国人谈葡萄的时候呢，讲的就是每天走到葡萄园里面看到的事情。但是呢，酒野社长谈米的时候呢，讲的其实是资料夹的资料而已啊。所以清酒进入巴黎呢，它是一次的成功，但也是在巴黎呢，社长才发现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酒，最不熟的竟然是自己的原料，也就是酒米。这就很像一个摄影大师呢，把那种摄影规格表背得很熟，但是呢，人家一问就知道啊，你根本只是背着，你根本没有经过片场一样嘛。所以呢，2010年酒野酒平治来到了兵库县西斜市的黑田庄，开始去种他的第一个酒米山田锦。绕个弯啊，西斜市有个很有趣的一个称号，叫做日本的斗宅，因为呢，东经135度和北纬35度刚好在这里交汇，在这里呢，你还能买一张那个抵达日本渡级的这个证明书，一张100日元。所以你下次如果有机会到兵库的黑田庄去参观社长那边啊，你除了看酒米，你可以去买一张证明自己踩过日本的斗宅的一个证明书啦。好，我们再拉回来正题啦，就是酒造员工来这里学种米，其实过程呢并没有那么轻松啊，因为每天清晨5点要下田，然后呢被当地的农家呢用播州腔去纠正，他那个腔调跟他们习惯用的那种名古屋啊、东京腔、关东关西腔又不太一样。你事情做错了呢，农家照样骂你。你在名古屋呢，我那个是一个知名的酒造，我还进到巴黎的高级餐厅，但是到了田里面呢，完全没有特别待遇。那个稻子呢不认识你的品牌，那些农家呢也不会因为你上过杂志、你接受过采访，就让你少拔2排草，不可能嘛。后来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慢慢被当地的地方农家接受了呢？是因为附近的农家送来的蔬菜一年比一年多，我想这大概就是农村版的一个认证制度啦。后来酒造的人也开始受邀参加地方的秋季，这才算是真正的踏进了当地的一个土地，得到了当地农家的一个信任。其实有时候我们去想一想，历史跟现在有一些很有趣的交汇点，好像隐隐约约之间好像是注定好的。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直到今天，万盛酿造所在的名古屋的大高町，还有一段跟大米有关的一个历史。1560年统辖间之战爆发，这个战争非常的有名啊。当时还叫松平元康的一个德川家康，曾经冒险把粮食大米送到被包围的大高城。这段行动呢，被后来叫做大高城兵粮路。讲白话一点点，就是年轻时候的德川家康曾经在这里接过一笔非常危险的粮食外送的订单，而且外送的地址在哪里呢？还在战场里面。当时没有导航，也没有客服。你送错地方，可能也没有第2次的机会了。结果大约80多年后，万盛酿造在同一个大高町开始酿酒。400多年前，有人把米送到战场；400多年后呢，有人把米酿成酒带到巴黎。这种历史跟现实的巧合交汇在一起，一个是面对军队，一个是面对法国的侍酒师。老实说，两边都不是很好对付啊，而且这2个人都有个共同点，德川家康跟酒野社长都有个共同点，他们的个性啊都不太喜欢待在安全的地方，等待别人主动上门。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很容易把酿人酒平治说成是一个日本酒成功走向世界的励志故事。
但是酒野社长后来真正担心的，其实不是说酒能不能卖到国外，而是酒米还有没有人种，这个稻田之后还有没有人可以接。酒可以卖得很贵啊，你酒标也可以印得很漂亮啊，你品牌故事一样可以红绿绿讲得非常的动人啊。但是如果你做酒米的农家做不下去了，年轻人不愿意留下来，几百年的传统，最后呢只剩下官网里面的一段文字而已啊。酿人酒瓶次最好看的转折，不是怎么样把一个普通酒变成一个高级酒，也不是怎么样把一个老酒造变成一个现在非常漂亮的一个新的酒造，或者是非常生产高级酒的一个酒造，而是这个18岁的年轻人，他从18岁逃离家乡，心里梦想的大城市的繁华，最后呢，因为家业的传承不得不回来，结果发现家里的所有东西必须从头来过的时候，那种心理的冲击感、心理的转折，以及他现在怎么样去认真看他的原料，怎么样认真去做出他的酒的那种匠心，我觉得才是酿人酒瓶次最难得的一个地方。所以下一次你喝酿人酒瓶次的酒的时候呢，一瓶酒如果只有规格，喝完很快就忘了，其实里面有人的选择，有地方的麻烦，才会有值得继续讲的故事。我是贴布导演，带你用感官看酒的故事。喜欢这一集，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一瓶清酒见喽，拜拜。